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上海就是高楼大厦，永远拥挤繁忙。今天带大家到距离上海市中心仅半小时车程，作为上海重点建设的5大新城之一的嘉定看看。这里既有800年古城的深厚文脉，是周星驰经典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的取景地，又有现代新城的先锋设计，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心脏。F1 方程式赛车中国大奖赛的举办地。本部影片，我们先到嘉定老城访古，在周桥老街感受深厚文化历史底蕴，到号称吴中第一的嘉定孔庙，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度，打卡唐伯虎点秋香的取景地汇龙潭公园，然后再穿越到代表未来的嘉定新城。这里有众多世界级建筑大师的作品，也有与 F1 赛车场上赛场交相呼应，代表海字的远香湖，感受千米一湖，百米一林，城市与自然的共生。嘉定位于上海西北，与市中心由地铁11号线连接，乘地铁和开车也都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到达。我们的第一站是嘉定的灵魂所在——嘉定老城。这里不是一个单一的景点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。从地图上看，嘉定老城仍保留了上海唯一一条完好的古代护城河。老城始建于南宋，距今已有约800年的历史。当嘉定已经成为一座成熟的县城时，如今我们熟悉的那个万商云集的上海市中心、人民广场、外滩、陆家嘴所在的区域，还沉睡在大海之下，尚未露出水面。周桥老街是嘉定老城的中心，整个景区都是不收门票、免费开放的。周桥这个名字源于老街的核心周桥。这座古桥原名灯笼桥，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，正好与嘉定建县时间相同。在古代，这里是县衙所在地。与一些高度商业化、同质化的古镇不同，周桥老街完美保留了一塔、二河、三街、四桥的传统江南水乡格局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法华塔是嘉定的象征，古塔也建于嘉定建县的南宋时期。据史料记载，建塔是为了镇文风、补风水。当时嘉定建县不久，士子们希望能在科举中人才辈出，于是便建造了这座塔，并将其视作一支直插云霄的文笔，因此法华塔又得名文笔峰，寄托了嘉定人民对文运昌盛、人才济济的美好祈愿。可惜为了保护文物，没有开放灯塔。法华塔旁还隐藏着一座嘉定竹刻博物馆，对竹刻感兴趣的也可以入内参观。
比起其他知名古镇来说，周桥老街人气相对没有那么旺，游客不多。老街上的店铺也以服装、小吃为主，文创和有特色店铺不多，这点比较遗憾。周桥老街的对面是嘉定博物馆，它本身的设计就融入了嘉定建筑元素，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。馆内的陈列从远古文物到民俗风情，能让您快速读懂这座古城。与博物馆紧挨着的是秋霞浦，这座上海最古老的园林之一，隐藏在闹市之旁。它虽不及苏州园林名声显赫，却更具一份幽深与雅致。春夏秋冬四季皆景，尤其是秋天的红叶，美得如同凝固的晚霞。原名秋霞正是由此而来。除了周桥老街，嘉定还有一座名气更大的古镇——南翔古镇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评论留言。下次带大家到南翔古镇尝尝世界闻名的南翔小笼包。离周桥老街10分钟左右步行距离，就到了汇龙潭公园。汇龙潭公园与嘉定孔庙仅一水之隔，是一座以水景和古建筑为特色的古典园林。它的存在与孔庙相辅相成，构成了庙园一体的独特格局。公园建于明代，其名汇龙，源于园内的布局。潭水由5条河流在此交汇，犹如5条巨龙汇聚。而孔庙前的应魁山坐落潭中，形成5龙抢珠的风水格局，意在为嘉定文运昌盛祈福。它并非单纯的自然公园，而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古典园林，融合了山水、亭台、楼阁等传统园林元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是星爷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的取景地，4大才子亮相、唐伯虎偶遇如花等镜头都是在这里拍摄的。作为星爷粉丝，这里是必打卡的一站。嘉定孔庙因规模宏伟、建筑精美和文化底蕴深厚而被称为吴中第一孔庙，是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县级孔庙之一，也是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儒学文化圣地。这里不仅是祭祀孔子的场所，在历史上也与官学结合，是嘉定古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。孔庙内设有中国科举博物馆，
详细展示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兴衰，陈列有大量珍贵的科举文物，如试卷、状元袍、作弊用具等，内容非常丰富有趣。告别古色古香的老城，让我们瞬间穿越到未来，到嘉定现代化、国际化的一面——嘉定新城。嘉定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和上海国际汽车城。1984年，中国最早的轿车合资企业之一上海大众在嘉定安亭成立，产业的高度发达，催生并滋养了嘉定独特而浓郁的汽车文化。坐落在嘉定的上海国际赛车场是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中国大奖赛的举办地，每年都吸引全球数亿观众的目光。新城的核心是美丽的远江湖，它是上海西部最大的人工湖。从空中俯瞰，湖面形状宛如海字，和不远处上字形的上海赛车场遥相呼应。当没有吵闹的露天 KTV 和广场舞时，新城的绿化和氛围让人有种置身发达国家的感觉。远江湖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文化休闲设施。嘉定图书馆被誉为上海最美图书馆，它巧妙地将古典的瓦片元素与现代玻璃幕墙结合，临水而建，没有过多的干扰，会更容易沉下心来看书学习。图书馆北面是世界级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的保利大剧院，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，清水混凝土的几何造型与光影玩着奇妙的游戏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充满了未来感，是拍照打卡的绝佳背景。周末夜晚，这里的户外水域还会举办水幕光影秀。剧场每周都会上演众多剧目，从世界顶级的音乐剧到国粹戏曲，满足观众的不同需求。定期开办的公益演出场次，让普通市民也能亲近高雅艺术。
新城刚开发的时候，规划了不少大型购物中心，只可惜因为人口基数低，众多购物中心开业后人气低迷，仅有少量的商场能保持较高的客流量。走在新城路上，还是能看到不少的烂尾项目。随着上海市中心城中村改造和旧房拆除，再加上嘉定新城优美宜居的环境，越来越多的上海市区居民搬到了嘉定新城，也使嘉定成为仅次于浦东近几年来人口流入最多的新城。相信这里会越来越好。最后我们来到西云楼，这条海派风情商业街复原了老上海的风貌。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的故居杜公馆。这座建筑始建于1926年，由一幢中式2层石库门楼房和一幢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楼房组成。原本位于上海市区黄浦路宁海西路236号，因城市建设而拆迁，拆迁时完成构建编号保护，最终在2015年按原貌迁建到现在的嘉定西云楼。其中中式石库门建筑得以完整复建，3层楼房因钢混结构无法移建而改为仿造，可以预约进入内部参观。如果您厌倦了上海市中心的拥挤人潮，不妨留一天给嘉定，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但强烈建议不要在上下班高峰乘坐地铁，11号线的客流会挤得你怀疑人生。如果喜欢本部影片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中分享您对嘉定的印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